是心动的信号第8季如意 CP 的方逸仲。Hello， 大家好，我是心动的信号第8季如意 CP 的徐如兰，和方医生一起陪你们看心动。Hello， 大家好，我是心动的信号第6季的嘉宾，然后我们是今朝 CP， 然后我叫好运。然后大家好，依然是我张好运的未婚夫郑兆浩。哎，哎呦，真的是显得我可。看完上期，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嘉宾？我现在就期待沙月儿和赵希伦他们两个的后续是怎么样的。我现在比较好奇那位独立性的，目前为止他现在其实交谈的比较少嘛。是的，而且他进入那个空间，其实大家都已经聊过一圈了。比较期待他的故事。是的。上期我们其实有猜测心动线和投票结果。我们选的是崔凯怡和陈赫文嘛？对。我们选的是沙月儿和孙博涵。OK，是不是要揭晓答案了？是的，期待。我们要赢了。哎呀，我们看看他们发生啥。晚宴挺精彩的，是，期待一下。我不得必须得说，这个太像孙敬君了。哎呀，又见面了，新朋友。真的太像了。这女孩好漂亮呀。Hello。要出结果了吗？我看看怎么回事。4票，还真是4票。哇！就是投2票的这2个人，他们2票都是一样的，都选了当时跟自己同第一面在同屋的人，合理。所以就是思思，她是不是表现的比较内向？他可能也是属于是那种厚积薄发型的。你猜一下我呢？东北的，吉林。哎，你猜一下他什么星座？水象。这么厉害？来鼓个掌。那你是 I？ 我是 I 人。一圈男生你坐中间，我觉得换我也会很爱。我把我置身情境想在我如果是我跟一堆男生吃饭，我可能我没办法这么自如，我感觉现在压力有点大，而且我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得意忘形是吧？都投我，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啊？那兰，如果你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样做？我觉得我会是观察者。我觉得更多的把话题主动权他们来聊。对。那方医生呢？我觉得跟兰兰一样，肯定是观察嘛。对，除非话题特别好奇，我可能会多说一点。一般是别人问我，然后回答什么问题。如果我是一的那一方，我会尽量的融入大家。就我尽我的能力嘛，融不进去就算了，对吧？那多的呢？我应该也会观察。这个男孩是刚才那个独立型的。是的。这是完全我们没有料到的结果，有可能想看看他究竟什么样子，就很神秘。女生是不是猜对了？我们俩女生猜对了。对，你们俩一个都不对。请吃饭。当然。可以，没问题。来人了。但其实他现在是可以有跟后面来的所有人聊的机会，咱总不能一直那么被动吧？但其实和本人还是有一些反差在的，因为你本人很热情，我觉得。他们好直球，直接开始聊对方的性格了。我以为会寒暄一下第一次见面哈。是的，好直接啊。对啊。其实曹以恒他其实就是有蕴藏一些能量，因为他觉得可能他落后了，他现在有点爆发的感觉了啊。我觉得他一个是自信，一个是从容。要是我就焦虑。如果我一个人在那待着啊，你会焦虑吗？会。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挺突然我的到来。其实也不会，大家一直在等你。其实
实这句话还挺暖心的，就是大家没有趁着你不在的时候聊完了所有话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存在，然后在等你一起来。哎，你们有期待就是在小屋里面遇到什么样的心动对象吗？我有感情关键词是看着比较干净的。男生这个时候会不会把女生的所有形容词都往自己身上套？干净，对，情绪稳定，说自己。性格方面你会有向往的吗？或者怎么样的？喜欢的比较倾向的？2个艺人欺负1个 I 人。我等会儿我没懂，他是帮他说吗？他帮他打圆场呢。我刚刚也觉得这边的氛围是比较这样，然后思思就在角落里，还挺可爱的。人的剧。晚宴主会场和所有人见面。 ，Let's go， 各位。Hello，所有人都见面了。这个时候选座位的是其实是有门道的。过来听听。当时我就直接选在兰兰对面，但是面对面呢容易观察。对的。你会选哪儿？都可以，别太远就行。你呢？我感觉我会坐旁边，我肯定想说话，我话多。那个方医生、兰兰，你们还记得你们去年的晚宴是什么样吗？印象最有深。印象深的事情。其实当时是好像有提问环节，就是问的问题都还蛮直接的，有些问题还蛮难回答的。你呢？遇到难回答。没有，不难回答，不就是你说的问题吗？对，短信发慢了。那现在觉得还遗憾吗？现在还遗憾的短信发慢了吗？不遗憾。这怎么能遗憾呢？这个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天大家进场，有些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后面都是会有变化的。介绍他。第一个起来压力好大。我来，我来。哦，很猛啊！男生抠手，赔一个。要我可能不敢第一个站起来。我是那种，如果大家争先恐后的，我就会让大家去选。但如果真的全场没有人动，那你可能也破冰是吧？我也可以去，对。我小宝能屈能伸，可厉害了。对，就是我可能喜欢2个人互相彼此尊重对方的意见，我不喜欢可能他非常强势。把我强势吗？你觉得？特不强势。你好好说。你希望我说什么？因为昨天我们打赌了，说黄色小屋进来几个人，谁输谁就向对方介绍他。没想到今天正好有这个环节。他俩人都互相打上赌了。其实我俩之前也有打过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什么赌来着？不是那个开蚌那天打过赌。对，我们第一次1月的时候就是也有打赌。其实，在初期2个人有那种，这是2个人共同的，其实一个就是别人不知道的事儿。对。OK， 来。他选了于洋，职业音乐独立唱片公司录音师、音乐制作人。音乐制作人啊，来，校园10大歌手给我们唱一个。不是，我觉得他的工作真的会给他很多的魅力。对，突然觉得他身上的气质就变了。就跟他一开始展现那个形象其实会有点不一样哎。是的。哦，这个上面还有挂牌，我们这个是真心话题。好恐怖，又是这个环节。你愿意和我成为室友吗？我愿意。好。你愿意和我成为室友吗？我愿意。你俩。请选择一位异性和他对视10秒。好。我都蹦出来了，我要。他说感觉我心都要蹦出来了啊！
我觉得这一季大家都好直接讲话，真的，要我不敢说。我也不会说。在不说出对方名字的前提下，用3个词描述你关注到他的细节：大方得体，然后很爱笑，务实吧，务实吧。哎呀，哎呀，我的天，太明显了，直接报身份证号得了。指向性非常明确了。哎呦，真是。这年轻人，这年轻人，哇，这年轻人，哎呦，太厉害了，现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去主动去抽卡吗？我肯定不会第一个。其实我不是太在意我是不是第一个去拿我想了解的这个女生的卡片，因为我觉得这并不代表什么，这也不能说明什么。我感觉你会。对，我会。挺好。你会把3个茉莉币都投到一个人身上吗？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合适我自己，也不是不能发生。哦，在小屋里都不勇敢的人，这辈子怎么能做自己？我鸡皮疙瘩一阵一阵的起，有没有人能看到？我都很期待。有点梦回那一年了。保证下再重来一次行不行？行。还是你不认识我？行。哎，你好，你好。嘿嘿。要不要溜一圈啊？不是说一起那什么？我去看一下屋子可以吗？我正好也没看呢。不是这个意思。走，一起走，一起看吧。这你箱子。他想跟这女孩一块儿。这是我的，我放这儿了。哦，他们去拿了。哇，好混乱！天哪！掂量一下它这个分量，先掂量一下。没有混成。仨人下就一个箱子。他们拿菜也是一人拿一半。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男生最基本的礼仪。谢谢，太谢谢你们了，辛苦了。他很忙，他不知道在忙什么。要是我是月儿，我会压力很大。然后现在所有人都回到小屋了，是不是？还有那个凯怡和于洋。哇，你好厉害！你是不是去他们屋待过？对，这些人都是我推荐的。真敢说！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一个都不认识。Hello，全员到齐了。哦，这个是客厅对吧？对。好漂亮呀！哎呦，那大家更喜欢这一季的，还是自己那一季的小屋？我喜欢这一季，我觉得大家住一起更好，接触的机会更多一点。比如说对对方感兴趣的，他住在另外一个屋，那就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麻烦。明白。然后我其实比较喜欢我们这一季。对，我觉得因为他们这个厨房你不觉得很乱吗？这么多人在一起，这个厨房很大哎，这厨房很大一个。咱们需要的是独处的时间。确实。这个怎么那么长？咱们需要的是独处的时间。你一定有。你觉得？我觉得你有，你一定有。我觉得你也一定有。男生直接开始聊了吗？你们第一天有聊吗？我住的单人房，我不知道，我回去就睡了。他已经有的很明显了。对。真的吗？赫文蛮明显的。什么程度？是目前的情况，不管说到底有多少人，喜欢同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是处于一个公平的状态的吧。那因为大家说白了，我们退一万步，就是大家都是竞争关系。是的。好直接，上来就竞争。直接了，真的。既然说大家一起认识，就是说彼此真诚一点、坦荡一点。他这种类型的，大概率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哎，别先自我否定了。哎呀，那我们换句话聊，你觉得他会喜欢他？都在试探，都在试探。这一轮刀光剑影啊！哎呀，聊了很多，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聊。那你们当时会跟自己的室友聊一些自己心动对象，或者去试探对方对谁有好感吗？我觉得在对方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之前如果主动的去问他，那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万一两个人心动对象是同一个，然后又是室友，那就会特别的尴尬。
对，我觉得方医生说的这个点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刚才贺文他知道赵希伦跟他有好感是同一个女生，虽然他们俩都没有挑明，他们俩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上菜啦！第一道菜，是的，太棒了。那我们就休息了，欣赏他们这个做饭的每一画面。哎，那个是谁？好爱拍照啊！李阳，有小超，还挺可爱的。我感觉于洋跟梁仁芳他们俩其实，他们俩的氛围很好。哎，真的，我喜欢这种有人默默注意你那种，是的，然后抬头看到你很美的瞬间，咔嚓。对，我觉得刚刚那个瞬间其实很明显哎。而且其实于洋也不是那种主动表达进攻的，他就是在默默中付出，然后他们俩有那种同频的默契。哎，我喜欢这种，磕到了，磕到了。然后后来自己就总是独处的，想要社交，然后就养了一只狗狗，就很可爱，然后就是有点带动我的那种正能量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可爱，然后我就变异了。前2天好多了，确实。我其实稍微松下来一点，因为心动话就多了。我觉得他们俩现在这个距离感也很有意思。你看他们俩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聊的其实都很开心，但中间放了一个小靠枕，就是那种刚认识的时候心动，但是又刻意保持一点点距离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你就很开心、开朗那种，笑着就进来了。什么叫爱？所以我就说他是有一见钟情的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这种动作已经就是很开心的那种状态了。然后你看他把那个靠枕拿走了，他们中间那个靠枕，就感觉两个人其实心与心的距离也拉近了。就这些微小的动作，其实都可以表达他们内心的那种变化。突然理解那种磕 CP 的那种感觉。于洋和梁仁芳他们有信号了，感觉。你们觉得好感度是很快能产生的吗？我们当时啥情况？我们第一天进小屋的时候，我在那里做饭。其实兰兰进来的时候，我有关注到兰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非常不好意思，就是我可能会表达我对你的一些喜欢，但是你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啊，又重新的盯着你看，我有点做不到。我觉得好感它其实是会很快产生的。当时其实我们跟他俩现在有点像，就会有一种默契在我们俩之间产生，然后就会有一些2个人1对1的聊天，会自成一些姐姐，其实会有。我忘记跟你讲，你说那天其实我挺早到的，我等了你老久，是吧？对啊，但是看到你真的进来的时候，反倒说没有那么兴奋，是吗？就是倒不是说那种喜欢的劲少了，就很奇怪，期待了很久，然后你真的进来了，就又开始装淡定。但我没有怀疑过，就是什么喜欢程度的减少之类的。你们想喝水吗？想喝，要不我们去倒点水。接个水。行。怎么为啥都走了呀？大家都很会阅读空气，把1楼留给他们俩。哎，他怎么了？咋了？这是咋了？勇敢一点，鼓励自己。哎，有点可爱呢，这个。我要主动，主动权。其实挺难的，我觉得主动。对，真的需要勇气。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一下？他在练习。他在练习哦。哇，妈呀，好直接。我们给他们留独处空间了。完了，你这儿不独处了，怎么办？完了，接完水了。完了，这咋整呢？阴差阳错的，有人在边上确实不好意思说。哦，你在读书啊？还有明朝那些事儿。4个男孩都在这个房间里跟他聊天。这个，你看那个男孩对着那个书架，什么呀？
这个叫什么呀？从零到一，他是讲创业的。嗯，我看过这个，好吧，就是看一下。哇，那你想去？有点太冷了，哥们儿，有点太冷了。哎，他明硬聊了已经。那你们专业是写 essay 多还是？写都走了，都走了，都走了。 30哎呀，大家都在等谁第一个走好。像挺，那不下来了，我刚刚不在你旁边吗？你在我旁边吗？对啊。这是状况百出，太精彩了，我的天哪！理工，你认识我们学校的吗？我认识啊，你们专业的。所以我那天在问你，万无一失的杀手。当时那个月儿在书房的时候，如果这么多人进来找他聊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觉得就听他们聊呗。那如果兰兰你喜欢或者是你比较关心的那个男生走进书房，你会什么状态去？我觉得就是我会表现出对他的不一样，我会跟他有眼神对视，他一进来我肯定就会看向他，对，然后让他不要感到被冷落、不自在，然后想逃跑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也会跟他聊一些，我会就他聊的那个点去跟他多聊几句。没有要逃跑。哎呀，特别好。假设啊，你给我正向的这种反馈，那我可能会就很开开心心的我就走了。啊，那你不会担心就是不担心啊留在里面的不担心其他人在聊什么？不必担心。是你的，终究是你的。对。我这边耳环掉了。啊？没事，不用找，我估计肯定找不到了。哎，这话不会另有深意吧？肯定找不到了耳环，人也丢了。他走了哦，找个借口自己离开了是吗？之前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极度自负的人其实都是极度自卑的人。对，我骨子里很傲慢，我经常会觉得关系再好的人，我也觉得他很多事情其实笨，但我骨子里又自卑，我也会觉得他们很多地方都比我强。我很容易把自己的短板和别人的长板去，就是害怕自己不够好，就觉得只要自己不够好，终有一天会有人离我而去。我的天哪！他是把自己完全展开了是吧？对，他们俩聊挺深，太深入了。嗯，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会跟你说，但是突然就想跟你说了。跟你说了。没事，我。哎呀，有了共同的秘密。至少我目前了解下来，我觉得你挺优秀的。我觉得你也挺优秀的。我就在投这句。我就在投这句。哦，被认可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俩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就会在很多事情上有共鸣的感觉。嗯。Hello， 溜达溜达，走。哎，那你每天就是能遇到这么多人，那你就是没有遇到过你的理想型吗？或者怎么样？直接问了。我觉得他想知道他理想型是不是自己这样。那你那天换位置就是纯是瞎选的吗？哇，好直接啊！就尊重你想了解的人，他也有可能想了解别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打个比方是这么个意思。哇，这怎么办啊？女生也比较直，但我觉得他就是虽然他很直接，但他其实很敏感。他把自己想问的都直接问出来，看对方的回答。其实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刚才孙茂涵他有在讲他的心路历程，只不过我觉得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对，表达太含糊了。表达得太含糊了。他其实可以直接说的。那如果假如说是你们俩面对这样的情况，会直接问出来吗？让我代入一下先。我不会，我也不会。我觉得我会继续观察。我也是，我不敢，我胆儿小。开始退线了是吗？开始退线了。等一下，崔凯怡把短信发给了。所以其实他从刚刚那个孙博涵的回答里面，其实有改变他的一个想了解的对象。我的耳环找不到了。哦，也算是有效聊天了。对。
沙月儿给陈赫文发了，哎，这很妙哎，因为陈赫文其实是第一个退出房间的人，当时在书房里。哦，对的，这就是刚才方医生的那个逻辑嘛，对。对的。我今天换发型了，好漂亮啊！今天，谢谢。还有几个座位啊？现在4、5哦，12个，多了一个。会来一个新的女嘉宾吧？期待啊，期待。是个小悬念。高跟鞋，高跟鞋。感觉他走这2步还挺有气场。Hello， 大家好。他的气场真的好强啊！大家的名字都好好听，梁仁芳，孙启蒙，王梦，吴思颖，崔凯怡，沙月儿。你记性这么好，哇！我感觉我跟他一桌吃饭，我会吃出一身汗来。就刚刚肖宇其实有惊到我，他很厉害，就是他把所有人的名字一下全记住了。在社交场合，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他记忆力真的很好。哦，来了。我们俩是那就辛苦你。没关系。怎么结束了？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快给我们放下一集。那我们接下来玩个小游戏来考验一下大家记忆力吧。可以 OK 来。那游戏规则呢，就是我们现在各有一道题，需要我们同时去快速进行一个回答，答对多的 CP 呢就获胜，当然输的人也会有小惩罚。好，快来，就喜欢玩游戏。那你们先问吧，我看看给他们第一个整难一点。啊，整个难一点的啊。这道题的问题是上一次见面方医生穿的是什么衣服？3、2、1。黑衣服，黑衣服。对，黑衣服。完了，我觉得我们俩要输。行，可以。好，你们问。上一次曾曾做饭做的是什么菜？3、2、1。贵州蘸水。好，两人最近想要实现的愿望是一起出去旅行。可以。两个人最近最想去的旅游景点是英国、伦敦。哎，对，一个意思。第一次牵手是谁主动的？我。他。好。OK。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的日期是6月1日，儿童节啊！好日子。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2025年5月25。好运觉得曾曾的什么时候最帅？妆发的时候。哎，行。哇！你们最后一道题目，方医生眼里兰兰最可爱的一面是3、2、1。笑的时候。所以你想说的是，我本来想说撒娇的时候。哦。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都很可爱啊。两个人上次一起逛街，买了什么？逛街其实好宽泛，逛超市算逛街吗？我想起来了。3、2、1。这双鞋。哇！我都不知道咋说出来的。一改往日没有默契，我们俩现在默契超级好。哎呀，险胜，谢谢。太有默契了。好，那作为惩罚呢，输的人你们俩就要接受问答。说一个哄对方开心的秘密方法。这哪是惩罚呀？这哪惩罚呀？哄对方开心。我觉得就是问他饿不饿，要吃点什么吗？要喝点什么吗？这么讲就哄好了，方医生。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比较好哄好。我的话可能就是，先抱在怀里，然后
给对方的微信备注是小方医生。我不讲。怎么了？怎么了？这是一些不能播的内容吗？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讲，秘密。有秘密了。哇哦！第3题，爆料对方一个小癖好。哦，他最近有一个小癖好，他会练习自己说话的声音，然后他在网上搜。我也搜过。啊，真的吗？我在家里喊，我还让他教我。你俩真聊聊吧，真。对，我觉得这是他最近的小癖好，他刚才喊了几嗓子。最后一个问题，上一次觉得对方很可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刚刚陪看的时候，他那个突然靠我肩上靠了一下。啊，我觉得蛮可爱的。这都被你发现了。然后把头发靠乱了，有2根毛，还给他理了一下。那刚刚你理头发是因为这个呀？对，虽然你靠过来我没有反应，但是我当下其实觉得蛮可爱的。哎，上一边，哎，上一边。那方医生呢？就刚刚兰兰这个，我觉得超级可爱。哎，每次方医生看兰兰就是这种。哎呀呀呀！真的哇！其实1年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看到新的嘉宾在经历着我去年经历的，其实我有很多感慨。我觉得勇敢的去问出自己想问的，说出自己想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对，把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要表达出来。可能现在刚进小屋只是一个初始状态，就是一个开始嘛，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相处，所以好好的在里面享受这个小屋的时光。因为我们现在出来之后，真的觉得小屋时光还是很纯粹的，好好放松的相处就可以了。哎呀，你这说的真好，一下都激发了我了。哎呦，那我也说一句，就是不用太把自己局限在你在理性情况下做出的那个择偶标准的框架内，爱情来临的时候，随着它走吧。那我们一起拍张照片记录一下吧。可以。陪你看心动，心动不散场，我们下次见。